我当初离病在手术房手术呢，8点半进去呢，到下午应该是6点才出来。我的胸骨是被切开来的，因为已经太大了。我的主治医师说呢，这已经没办法用微创手术了，因为肿瘤一旦破了呢，扩散出去反而危险。刚推出手术房那一刹那，我看到一道光，那是很特别。那个光不是眼睛看到，你觉得它从你的头顶进来，那道光呢，让我感觉呢，活着真好。我叫黄正仲，那我在台北的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任教30年，2019年退休。2019年退休的前1个月被诊断出来胸腺瘤，它是一种恶性瘤，发病的时候它是重症肌无力。那重症肌无力呢，就是全身软趴趴的，因为呢神经讯号没有办法传达到肌肉，所以呢整个人也没办法站立，上厕所也没办法站，连晾衣服都做不到。那后来呢就诊断出来了，这个就是胸腺瘤的一个副作用，它的一个后遗症就是会重症肌无力。它其实发作的时候比癌症还可怕，因为你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可能一口痰就卡在喉咙就走了。所以在医院几乎是住了半个月才出院。那出院的时候身体很虚弱，在北投的七星公园附近呢，看到返老还童的一些气功朋友呢在练气功。那我太太很好奇呢，就过去询问他们，就从那时候开始加入返老还童这个气功这个协会。那我觉得我在这边练了2年多呢，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身体变健康了。从类固醇呢，从这个6颗，再加上其他的药呢，2年下来也减到现在剩下1颗。那用其他的药物来取代类固醇。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就返老还童这个气功呢，它有动气功，还有呢静功。在动气功的方面呢，就会非常注重呢这个呼吸。那动气功呢，在整个过程呢，会吸收很多的这个大自然的，尤其是早上清新的空气，让这个整个全身充满了这些好的氧气。那这个氧气呢，在我们身体非常重要。我们说呢，阳光、空气、水。那所以空气里面的氧气呢，进到身体呢，它就是一定会进到细胞里面粒线体去做这个 ATP。在我们体温摄氏37度下呢，可以进行这个生化反应，都是要靠呢粒线体呢来提供能量。所以当它水解一个磷酸根的时候，它会释放高能量，让这个生化反应呢可以顺利的进行。另外还有一个呢，做出这个 ATP 的用意呢，我们细胞里面很多讯号的传递，比如说神经肌肉的传导，那讯号的传导过程都是需要靠磷酸化去活化呢讯号过程里面的各种分子啦、蛋白质啦。那这个磷酸根从哪里来？就从 ATP 来的。这个 ATP 一旦出问题，其实很多地方都会出问题。一样呢，如果粒线体功能的比较好，制造 ATP 的效率比较好，那这个病就会好很多。这个癌细胞它会去抢同样一个氨基酸，叫做色氨酸，它是要做它的下一个毒素呢，叫做醛氨基酸。所以这样子，我们的血清素神经系统就没有办法做足够的血清素，那这样人就会得到了忧郁症。因为血清素它是一个快乐因子，癌组织你没有把它控制下来，那你的血清素神经系统就没有办法做血清素。这里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癌症病人都会同时得到忧郁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人睡眠的时候呢，需要深度睡眠。那深度睡眠呢，褪黑激素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刚刚说癌细胞它会制造这个醛氨基酸这个毒素，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褪黑激素的制造。如果癌细胞没有办法去做 IDO， 那我们不但血清素会做得很够，而且呢褪黑激素也会够，人的睡眠就会好，那也就不会得忧郁症。粒线体呢功能很好，做出很充分的这个 ATP， 我们其实身体细胞会自己修复。那我自己个人呢，我这个胸腺瘤呢，这个手术完了以后也没有做化疗，也没有做电疗。虽然我的医生建议我呢要做电疗，但是我知道电疗呢它会有副作用，所以后来就是
做这个返老还童的气功，来加强我自己身体的这个恢复的速率。返老还童气功里面有一个气功跑步，跑步的过程大概1.5公里呢，那非常注重这个呼吸，尤其是清晨的那么好的空气进到身体里面来，立腺体做 ATP 的功能就很好。2026年4月17到19呢，到台南大内希望园区来参加癌友气功班41期。那老师介绍的功能医学里面呢，介绍很多这个从食物方面，从运动方面，尤其加强我们癌症的病人化疗之后、电疗之后，那个身体很虚弱，怎么样用这个辅助的这些保健食品，让病人呢会恢复得更快。要返老还童呢，让你身体健康起来呢，其实收获最大的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没有生病了，家人不需要呢为了工作医院两头跑。一旦人生病的时候，全家人都很焦虑，全家人的生活作息都打乱了。所以你如果身体健康，那其实呢，收获的不止你个人，整个家族都受益良多。那我觉得我在返老还童气功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体会。我对这套功法非常有信心，只要你持续的规律的不间断的做这个返老还童气功，你的身体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健康更好。